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行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不要我是吧？不要。那你可别后悔。哟，你看这本事没有，脾气还不行。经理，怎么了这？那个人怎么回事？来应聘的。来应聘的？是应聘的人怎么那么大脾气啊？我怎么感觉他脾气比你还大呢？是啊，你不知道，刚刚进门的时候态度更嚣张。进来。面试。你面试的这么嚣张？怎么了？啊，行，是我态度不好。我啊是来面试的。哎，请你看一下我的简历。你想面试什么职位啊？我本来啊是想面试你们公司的副总，不过呢，我觉得啊我还是从咱们公司的基层开始做起吧。所以我改主意了，我来应聘咱们公司的编剧。就你应聘编剧，你不合适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就不合适呢？你看我简历了吧？我看你什么简历啊？我不用看简历，我看你这个人我就知道了，你不合适。不是，你看我人都看出来什么呀？我承认我刚才态度是不对，可是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？我是好好的跟你说话，你怎么还是这么针对我呀？我哪有针对你啊？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能力不足。你从哪看得出来我能力不足了呀？你问我什么了吗？你简历也不看，你也不问我什么，你就看我一眼，你就说我能力不足呀？你这人看人的方法也太特别了吧？你是不是刚才我说应聘你们公司副总，你心里有点什么东西啊？我给你道个歉行了吧？我啊不应该把话说那么满，我啊好好的跟你说，我呢就是一个应聘你们公司编剧的啊。你啊咱们按正常流程走，你该我面试行吧？你是面试官还是我是面试官？你合不合适是由我说了算，不是你能决定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说你不合适就是不合适。那我也得说你几句了，你这个面试官当的也太不合格了吧？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一样来面试，你呢一口就回绝了，那你不是把公司的新鲜血液全部给断绝了吗？一个公司要有好的发展，肯定要有一些新人注入呀。你这样一口全回绝了，那公司早晚不得破产啊！破不破产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进我们公司。你说话真有意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有能力有才华，所以啊你啊把我挡在门外？我看你啊就是妒贤技能吧。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？别说我今天没有应聘你成功，我就算成功了，你也是在我手下工作。是龙你也得给我盘着，是虎你照样也得给我卧着。在这个公司里，你照样也得听我的，我凭什么要嫉妒你啊？行，你这话说的可真漂亮，你真是把你的权利啊用得淋漓尽致啊！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不要我是吧？不要，拿着你这破简历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行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人也真是太嚣张了呀！行了呀，别生气，送你样好东西，新出的最新的色号。送我的？当然啦，小飞，你可真是有心了。不生气了吧？有你这个东西啊，我心情瞬间好很多了。心情好就行。那行，我去工作了啊。好，你先忙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走路没长眼睛啊？哦，这不是昨天那个谁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对，是我。你呢？被开除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嘿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又是你，你这人还真是不死心啊！怎么又来了？我来上班呀。你上什么班啊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们这公司不要你这种人。就是要不要啊？我们经理都说了，不要你，永远都不要你。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说过了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经理，你看他，你谁呀？你那么嚣张？你说开除就开除，啊？配吗你？麻烦你看这个再跟我说话，谢谢。
任命书，任命白凡为龙腾集团执行副总裁，即刻生效。上面说的白凡啊，就是我。你怎么会成为副总裁？为什么？你要是昨天看我简历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我家庭成员父亲那一项写的是白龙腾。什么？你是董事长的儿子？对呀，本来呢，我想以正常的身份进入公司，可是我没想到碰到了你，连我简历都不看，就把我拒之门外了。你可真行啊！白总裁，这咱们都是误会。这昨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没认出你。原来是白总裁呀！白总裁，昨天我就说了，这人家来面试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？白总裁，你别开除我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只要一上任，我好好工作。你这变化可真大呀！你刚才不是在巴结他吗？现在是不是因为我的官儿比他大了，你就跑过来巴结我呀？你认为你这种人我会用你吗？你这种墙头草啊，在我们公司就是个祸害。我说过的话我也不会收回，你已经被开除了，请你啊立马从我眼前消失，我不想再重复一遍。走啊！那个，他的账算完了，现在该算咱们俩的了。咱们俩有什么账可算的呀？这以后你就我上司了，我是你下属了。你放心，我会一切听从你的安排的。用你这样的人，我可不敢用。我不想因为你啊，把我们的公司啊给搞黄。李经理，如果今天碰见的不是我，你碰见的是其他人，让别人来公司面试，你连个机会都不给，就把人家给开除了，那我们公司怎么发扬壮大呀？你告诉我。副总裁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还在这给我装傻呢？我啊，简单明白的告诉你，你被开除了，这回明白了吧？副总裁，这因为这么点小事，不至于吧？小事儿，在你眼中啊是小事儿，不过在我眼中啊，这是关乎我们公司从生死存亡的大事儿。同样的话，我也不想说第二遍，请你立马收拾你的东西，从这办公室出去。没听到吗？要不要叫保安请你啊？不用，我自己走。公司有这种害人事吗？怎么可能会做到？